发布会上呀，各品牌都挑着最大的卖点大说特说，一个拍照能力扯个把小时也大有人在。这些恨不得全世界都知道的卖点啊，其实是厂商们希望灌输进我们脑子里的传播点，是爆品营销的一环。作为用户，我更想知道那些不愿意公之于众的隐藏配置，那些厂商们不肯告诉我们、刻意掩盖的猫腻。本期视频啊，咱们就从3台超大杯旗舰入手，看看谁家的配置阉割最狠，谁家的诚意最满。直接进主题啊！今年酷玩上很多人都说小米的马达缩水啦，但实际上小米15 Ultra 用的是瑞声的0809V 规格，这颗马达是老将啦，硬件素养还行，但硬要说的话，出现在 Ultra 机型上还是掉价了些。小米把这颗 S 轴马达调的响应速度更快了些，代价呢就是震感变弱了，打字的时候明显感觉到有些不得劲。OPPO 的马达是3款 Ultra 里面最大的啦，用的是 CSA 0916 Turbo， 目前的 T10 级别存在啊，相对轻薄的机身，加上调教到位，震动反馈力度很足，响应也快。这点在打字的时候啊带来了不错的快感。vivo 这边用的也不是常规的瑞声9595啦，而是变成了横店东磁的9593。实际打字下来，响应速度还行，但震感呢略有不足。扬声器这块，小米15 Ultra 用的是瑞声10141加个 1115D， 内部啊还有 N-Base 的声学增强材料。OPPO Find X8 Ultra 用的是顶部瑞声1012加瑞声11151，vivo X200 Ultra 的扬声器用的是瑞声1210D， 内部还有 N-Base 声学增强材料，顶部为歌尔 1511P， 内部呢也嵌有 N-Base 的声学增强材料，是几款手机里面综合最大的扬声器了。硬件规格只是提升了上限，实际扬声器的音质啊还得看调教，咱们走上一段啊。按理说1210D 这规格的扬声器啊，音质应该挺好的啊。vivo这表现只能说是他把精力都放在影像上啦，音质这块马哭啦。今年3款 Ultra 都在说自己的视频能力进步非常大，但是你录视频的话，怎么能不听听收音呢？我现在正在使用小米15 Ultra 进行收音测试，没有开启任何的声音处理技术，大家可以听听这个收音效果怎么样。现在正在使用 OPPO Find X8 Ultra 进行收音测试，没有开启任何的声音处理技术，大家可以听听它的收音效果怎么样。现在正在使用 vivo X200 Ultra 进行收音测试，没有开启任何的声音处理技术，大家可以听听它的收音效果怎么样。其实麦克风这块啊，小米、OPPO 都是4麦克风，属于目前的手机标杆啊。vivo 上一代宣传的录音棚级别麦克风啊，这代就没有再提及啦，而且也从4麦克风变成了3麦克风。如果说扬声器、震动马达我们都能用到手就关来搪塞，那么屏幕这个我们每天看的最久、摸的最多的硬件，总不能还能用到手就关的来敷衍吧？屏幕的好坏有多重要，也无需强调啦。3款手机的屏幕啊，都采用了目前行业最顶的方案。2K 加120赫兹是标配啦，其中小米的屏幕尺寸是6.73寸，而 vivo 和 OPPO 都是6.82寸，这点啊需要留意一下。然后咱们手动把屏幕亮度拉到最高，最终分别测得了5个区域的平均亮度。小米15 Ultra 的手动亮度为700尼特，OPPO Find X8 Ultra 的手动亮度为780尼特。vivo X200 Ultra 的手动亮度为825尼特，接下来是用强光激发的峰值亮度，最终测得小米15 Ultra 的峰值亮度为1227尼特 ，OPPO Find X8 Ultra 的峰值亮度为1604尼特。vivo X200 Ultra 的峰值亮度为1818尼特。关于色彩和通透性方面，3款手机直接用默认模式就有了很好的观感啦。对于色彩这块，谁好谁坏，主观性太强了，我就不评价啦，交给屏幕前的各位观众老爷们来投票啦。这是3台手机的实际显示效果，大家觉得谁的色彩最好呢？
接下来就是护眼警察最喜欢的一集啦。尽管2025年高频调光已经成了旗舰机的标配，但各家的调光策略也是天差地别的。咱们调高相机快门，记录下3款手机在低亮度下的频闪情况。小米15 Ultra 在高亮度下使用了类 DC 调光，低亮度下使用的是1920赫兹的高频 PWM 调光。vivo 和 OPPO 在低亮度下都使用了2160赫兹的高频 PWM 调光。值得注意的是 ，vivo 支持2160赫兹全亮度高频 PWM 调光和原偏正光技术，理论上来说护眼效果会更强些。显示讲完了，那就到了触控环节喽。虽然说3款手机都支持最高120赫兹的刷新率，但你也得触控采样率足够高，屏幕才能跟手啊。我们先把测试 APP 全部拉到游戏空间。一般来说，各家游戏空间的触控采样率是开到最高的。小米官网说的是300赫兹，采用了新式的 S3910V 触控 IC， 实际 APP 测得为301赫兹，没有虚假宣传。OPPO 说是240赫兹，采用了新式的 S3910P 触控 IC， 实际 APP 测得为180赫兹。vivo 官方宣称300赫兹，采用了新式 S3910， 实际 APP 测得为297赫兹。哪怕不打游戏，触控采样率高些，平时日常使用的时候触控操作也会更为跟手。最后看看3款 Ultra 的通信支持啊。小米15 Ultra 共支持23个5G 频段，3屏北斗，双屏 GPS， 全系支持天通卫星通讯。双卫星版多了个北斗卫星通信。OPPO Find X8 Ultra 共支持18个5G 频段，3屏北斗和双屏 GPS， 顶配支持天通卫星通讯。vivo X200 Ultra 共支持25个5G 频段，双屏 GPS 和3屏北斗，顶配支持北斗卫星通信。然后是去年的舆论焦点底部的 USB 接口速率，也不知道是不是去年被骂惨了，什么祖宗之法不可变之类的。今年的小米15 Ultra 是3台超大杯里面给到速率最高的一位。OK， 最后来点评一波今年的3款 Ultra 在影像上各自诠释了自己的理念，不同的方案确实给到影像爱好者更多的选择。但是在极致影像之外，日常配置才是真正决定好坏的关键。像3款 Ultra 里面，只有小米15 Ultra 有气压计，但是它没有 IP69， 在防尘防水方面弱了一些。另外 0809B 马达响应提速，但震感松散 ，Ultra 定位稍显掉价，屏幕亮度也较暗，户外拍摄时会出现看不清屏幕的情况。但它给到了最高的 USB 接口规格，外出拍摄之后传输素材到电脑上速度会更快。OPPO Find X8 Ultra 的震动马达最顶日常反馈的力度很足。稍有遗憾的是它的5G 频段少了一些，全球漫游档要注意这点vivo X200 Ultra 各项硬件参数非常猛，35毫米的人文焦段和超高规格的录像能力是它最大的亮点。可惜它偏偏在录像权重第2大的收音上抠了成本。扬声器调教不到位这点也让人很难崩。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啦，感谢大家耐心观看，咱们下期见喽，拜拜。